这年头山里的东西越来越少了，跑一趟能碰到一株四品叶就算烧高香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别说给爹治腿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取3留7，可现在这连3都没有了，差点交代在这儿。那难不成是养生沟？老辈人传说养生沟里面长满了天才地宝，5品叶遍地走，7品叶不稀奇。脸盆大的灵芝，人形的何首乌，原来真的存在。原来养生沟就在那边群山遮挡后，路程有点艰险，怪不得人迹罕至，没有人能找到。正好回家准备准备，和表舅跑山了1年，也到了分红的时候了。到时候拿了分红，再来和表舅来这养生沟发财。今年咱们跑山队赚了608万，你们出去打听打听，还有谁有这本事？赵老板厉害，发大财了！跑山就得看命，我那外甥林远山，那都是我带出来的，没我啊，现在还在家啃老呢。远山，你咋回来了？今天不进山了？年轻人怎么这么懒啊？表舅，咱们今年赚了600多万，当初说好1人1半分红，我应该分300万，正好最近家里缺钱，要不今天就给我300万？你是没睡醒还是进山摔傻？表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当初这不是你说的吗？我只要跟你干，利润就给我1半。给你1半，能拿多少钱看的是你投入了多少。你他妈就出了点力气，换谁干不了？门路是老子打点的，人参是老子卖的，你就凭一根绳子、一把签子，溜溜达达上个山，还想要300万？就是你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你爹你妈都是我们养着，给你3万都是看你可怜，别不知好歹。就是啊，小林，咱们村哪个人不能上山？你上山就要这么多钱？可不，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！上山就这么容易？这1年我几乎长在了悬崖峭壁上，九死一生。表舅，你当初可说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告诉你，在跑山这一行，出力气的最不值钱。要不是我看你是我外甥，你连这3万都没有。3万，拿着滚！嫌少，嫌少就1分也别想要。表舅，今天你给的这3万，我记下了。好啊，你给老子好好记清楚，别又忘了是谁给了你一口饭吃。我跟你们说，有些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没我赵红标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离了我，他连山门朝哪开都不知道。赵老板，回头喊我们去跑山。就是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也不想想他那瘸腿的爹、病秧子的妈，要不是我们接济，早就饿死了。你们说我爹瘸腿，我妈病秧子，你忘了我爹的腿是替你搬石头砸断的。我妈的病是在你家没日没夜干活累出来的，你摸着你那身肥肉说，到底是谁欠谁的？兔崽子，翅膀硬了是吧？敢跟我叫板？你他妈不想活了，敢对我爹动手？好啊，林远山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被我开除了。从今天起，我看谁敢带林远山进山，就是跟我赵红标过不去。那我也把话撂这儿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赵红标各走各的路，谁要是以后再拿我爹妈说事儿，我林远山跟他没完。本来我还想着将养深沟的事儿告诉赵红标，一起发财，现在来看，他就是一头喂不熟的狼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没有我，你如何完成你之前答应给商家的那么多绝品人参和药材。林远山，林远山，听到广播后，赶紧去镇卫生院，你妈从山上摔下来了。妈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摔的？没事儿没事儿，就是不小心踩空。什么不小心？还不是你舅妈王桂兰说让你妈去死人沟采石围，说多干点活，年底能多分点。结果你妈从坡上滚下来，摔断了胳膊，胸口也磕了。又是他们！儿啊，妈没事儿，养养就好了。你不是说去你舅家领分红了吗？他们给你多少？他们把钱全都扣下了，就给了我3万，还说咱家都是靠他们在养我。3万？我儿子拼死拼活就给3万！儿啊，你替他卖命，身上摔得1年到头就没有好地方，怎么就落了个这么个下场啊？只要能进养生沟，别说300万，1000万都不止。赵红标，你以为离了你我活不下去？你以为我只能给你当牛做马？你错了，老天爷给我指了一条路，我就敢一个人走到底。哟，这不是林远山吗？听说你跟赵红标闹翻了？闹翻了，是让人家踹了吧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。离了赵老板，他算个屁！远山，你往后可别从我家门口走了。赵老板可说了，谁跟你走得近，就是不给他面子。我家还指着跟他上山捡点零碎呢。你行行好，别连累我们。这些人当年缺药材，我都会上山帮忙，结果一个个现在这么对我。
远山哥，顺子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听说你跟赵红标掰了，特意从镇上赶回来的。远山哥，我想跟你干。你跟我干？你知道我要干啥吗？你干啥我就干啥。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林远山不是那种没本事的人。赵红标眼睛瞎，我不瞎，我别的不行，有的是力气。你可想好了，跟我干，村里人得挤兑你。赵红标说不定还得找你麻烦，我1分钱工资给不了你，挖到东西分了才有钱。我怕啥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我马小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赵红标能拿我咋办？再说了，远山哥，我信你，你认准的事儿没有办不成的。行，那咱俩一起干。不过我丑话说前头，我这回要去的地方凶险得很，进去了能不能出来还两说。管他的，到哪儿我都跟着你，要死也死一块儿。别瞎说，咱俩指定没事儿。这不是我们远山吗？怎么还真打算自己干？哟，装备挺全乎啊！就你这刀比我爷爷还老吧？远山哥，你这是要去砍柴还是要去要饭啊？远山啊，当舅舅的劝你一句，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。你以为跑山是个人就能干？你不知道山神爷长啥样，进去了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。你要是现在给我认个错，我就考虑给你一次机会。滚！林远山，你可想好了，出了这个村就休想再回跑山队。爸，你看他俩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就他俩那样，也蹦跶不了几天。走，喝酒去。只要找到养生沟，我们就有活路了。远山哥，咱真不回头了，不回头了。大哥，最近天气不好，兄弟们也不好进山，就采到这些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林远山在的时候怎么没你们这么多事儿？采不到我要的货，你们这个月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大哥，您消消气儿，我们这就回去想办法。快滚！远山哥，咱走的这路对不对啊？我咋感觉来回圈圈呢？又绕回来了。这可咋办啊，远山哥？咱要不先往回走，等天亮再说。往哪儿回？你分得清东南西北吗？那咋整？咱带的干粮就够吃3天。别废话，起来，跟着我走。别动。咋了，哥？远山哥，熊，别跑，别看他眼睛，慢慢往后退。跑！远山哥，他追上来了，往右边跑！顺子，抓住，别松手！远山哥，我撑不住了！滚开！远山哥，你松手吧，咱俩不能都死在这儿。你给我闭嘴！抓紧了，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！远山哥，下辈子我还跟你。远山哥，我他妈以为我死定了，多亏了你救了我一命。那是你命大。远山哥，从今天起，我这条命是你的。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远山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是养生沟，老辈人说这里是山里最后一个宝库。宝库？那是不是满地都是人参？咱要发了！进去看看再说。不是吧？就这？远山哥，就这几根小苗子，
怎么发大财啊？还不如赵红标手底下那几个破山头呢。又是这种货色，远山哥，这已经是今天第5颗了，全是小苗子残次品，太小了，留它再长几年。哥，咱都把这沟翻了大半了，最好的就那株4品叶，还歪歪扭扭的，拿到赵红标那儿，人家都懒得看一眼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远山哥，这地方你不都说了是传说吗？要不就是已经有人来摸过了。不可能，这地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咱们是钻了一夜林子才摸进来的，别人怎么进得来？那邪了门了。要不，咱认栽吧，趁干粮还够，撤吧。顺子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不行？哥，你说啥呢？赵红标说我离了他啥也不是，我偏不信，非要自己闯。结果呢，差点害死你不说，现在连像样的山货都找不到。这养生沟老被人传得神乎其神，我爸跑来了，可什么都没找到。300万变3万，3万变5000。哥，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。啥叫不行？昨晚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在悬崖底下喂鹰了。你手都烂了，还硬撑着挖深，这叫不行。可咱们没找到东西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远山哥，我不懂那些大道理，但我知道赵红标那孙子欺负你老师，你这一身本事是拿命换来的，不是他施舍的。今天找不到，还有明天、后天，咱不能因为找了1天半就怂了吧？顺子，你不怕？熊瞎子都没弄死咱，还怕啥？今天要是还找不到，明天一早咱就撤，不硬撑。行，听你的，走，再往沟底走走。哥，天都快黑了，要不明天再找。顺子，你过来闻闻。顺子，这啥味儿？咋这么冲？有了，有了！远山哥，这得有多少？先别说话，帮我举着火把。顺子，我们成了七品叶。远山哥，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真的。哥，咱发了，咱真发了！别着急，这周围肯定还有。顺子，这边。哥，这沟里到底藏了多少啊？不知道，但今天非得把它翻个底朝天不可。顺子，别乱动，盯着他，现在慢慢后退。哥，这养生沟可真不是盖的，来的时候有熊瞎子，现在又来了老虎，咱俩还活着，真是奇迹啊！咱们这一趟收获也差不多了，也该回去了。这养生沟想要深入，还得有专业的设备和团队才行。对，这养生沟我们只是在外围就有这么多收获，下次再来带上专业设备，我们指定能发大财。走吧，咱们得趁天亮之前出沟，待的时间越久越危险。赵老板，你当初承诺我们的货什么时候交货？这耽误了时间，我也不好和我的客户交代。这不是这段时间天气不好，我们兄弟不好走太远。不过您放心，您要的货指定少不了您的。赵老板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，这货到了期限我见不到，这合同上可写好了10倍违约金。爸，你咋的了？王总都跟你说啥了？他说这批货要是不能按时交付，就要让咱家赔10倍的违约金啊！爸，那咋办啊？没有林远山，根本没人敢往深山里进，周边的山头能采的都被咱们挖空了。林远山的师傅老李头不还在村里？我们去找他。李师傅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您看，怎的？
将算盘都打到我这糟老头子身上了。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这不是知道大师您技艺高超，想请您出山，帮我一把。我岁数大了，早都不进山了，你还是请回吧。还有，走的时候把你拿来的东西也拿走。去，跟村里放消息，说我出5倍价格收这批货。我就不信了，没人敢去。这山还能就认他林远山一个人？爸，我这就去。爸，不好了，咱们新找的那队跑山的，他们对山里地形不熟，加上山里路滑，从坡上摔下去了。带队那个腿摔骨折了，管咱家要医药费呢。什么？那他们踩到东西了吗？没有，那伙人不像林远山，去了之前那座山，没走多远就出事儿了，什么都没踩到。什么都没踩回来，还想让我掏钱？赵红标在家吗？快点给我家男人掏手术费！你干什么的？上我们家来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男人给你们干活腿摔断了，一家老小都指着他养家糊口的，50万一分钱都不能少。你想钱想疯了！我跟他们说好的是把山货带回来再给钱，结果你男人连个屁都拿不出来，还好意思管我要钱？就是你男人没本事，怪谁？上别人家吵吵什么？你们想赖账是吧？行啊，大家快来看看啊！赵红标一家要逼死人了，雇人上山，腿都断了还不认命！你不给钱，那我就天天闹，我去报警。你们不管我男人，那你们也休想好过。过2天就把钱给你，现在给我赶紧滚！有2个臭钱，神气什么？大哥，那个林远山回来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我看见他跟马小顺一人扛一大袋子，好像弄到不少好东西。什么？他还真的背着我偷偷上山了？爸，林远山要是真踩到东西了，咱们要不要找他低头？不可能！我不信我赵红标花5倍价钱都没踩到货，他林远山又有什么本事？哼，没有了咱们给他的装备，他能挖到个啥？照我看是虚张声势呢。咱们过去看看。远山哥，咱这回采到这么多好东西，拿到镇子上一卖，可真就发财了。这次可多亏了你，单凭我一个人可带不回来这么多。还是远山哥你厉害。顺子，等这次的货卖完，钱到手分你一半。那怎么成啊？这地方是你找的，东西大部分也是你挖出来的，你还救我一条命，我怎么能拿那么多啊？顺子，上山前不就说好了，咱俩是合作，那赚了钱自然就是1人1半。远山哥，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就跟你干了。我咋就不信这林远山上山就能挖到大货？就是，真以为自己是山神爷了，上山就能采到东西。林远山不会真以为背着几个破包，就觉得自己从山上挖出宝了吧？真是属狗的，闻着味儿就来了。我们挖出什么，和你无关。山上现在资源少，药材难找，我们这么多人都找不到。哼，别说你们2个小年轻了，哼，那是你们没能力，我远山哥厉害着呢。能力，他也就是忽悠忽悠你了。要是没有我，他在山里面能挖到东西，你们2个真是好笑。那就瞪大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什么？那是灵芝吗？这么红，这么大，我头一次见到。还有那么多的黄芪贝母、酸沙枣，2个人竟然能采到这么多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2个一定是去偷的！偷的？你去给我偷一个试试！这些可都是我和远山哥在山里拿命换来的。哼，不像某些人只会在家里数钱，让别人出去卖命。你们别在这儿转移话题。这附近的山头，我手下的人都走遍了，哪里还会有这么多东西？凭你俩这赤手空拳的，你们当我好糊弄？赵红挑，你爱信不信。顺子，我们走。王总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赵红标，你没忘吧？还有1天就到期限了，你的货呢？时间到了，我要是见不到货，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10倍的违约金，1分都别想少。王总，你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我正在想办法。宽限？你耽误了交货的时间，我的损失谁来承担？最后1天，自己想办法。报！远山哥，
我们是采了这么多山货回来，可是怎么卖啊？这周围的收购商可都是赵红标的人。顺子，我们进城。进城？对，我就不信赵红标的手能伸那么远。进城我们指定能有销路。好，都听你的。野生黄芪，正宗野生黄芪。老板，这是我们自己采的山货，保证纯野生，您看看。你们这些东西看着成色一般，这样吧，一口价3万，你这2袋子我都要了。你说啥？3万？你好好看看我们这都什么品质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小伙子，我干这一行少说都30年了，这山货我一打眼就看得真真的，就值这价，你卖不卖？老板，这山货都是我亲手采的，就光这7品叶的老参就不止你说的3万。你要是不会看，那我就换一家。哎，你看你急什么？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也是我这儿的新客，给你个回头价5万，不能再多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好骗？你不诚心收，我们也不是非要在这里卖。真够黑心的，良心让狗吃了。骂谁？就你们拿2兜子垃圾还想买高价，做梦去吧！赶紧滚！远山哥，这城里的人怎么比赵红标还黑啊？顺子，他们是看出咱俩是外地人，才会往死里砍价。那咱们咋办？难道要这么回去吗？刚才你们手里的参，可以给我看看吗？这参是你采的？是，这是我们从养生沟里带出来的。养生沟，很久没有听到的地方了。你这批货我全要了。全要了？请问您怎么称呼？我是同康堂药材公司的总经理陈雅芝。如果时间方便的话，我们不妨找个地方，让我看看你们的货。如果品质优异，我给出的价格您在整个市场都找不到第2家。好。这附近有一所茶馆，很安静，说话方便。你这批货品质确实不错，7品叶保存完整，灵芝的孢子含量也很足，黄芪也都是上等，我全都收了，给你这个数。3万？你跟那个市场的不也一样？30万。30万？你这株7品叶市场价值15万左右，但有2条根须有瑕疵，品相折给你12万，剩下的药材给你18万，总价30万。陈总，您是个懂行的人，但我们为了采这些，可是在山中9死1生，这个价低了。疯了！那你想要多少？50万。你也是个聪明人。45万，5分钟内到账，不能再多了。好，成交。陈总，远山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赵红标趁咱们不在，去我家找麻烦了。妈，您怎么样？伤哪儿了？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妈没事儿，就是碰了一下。赵红标今天带了7、8个人来。说你坏了他的好事儿，你妈说你不在，他们就不依不饶的非要闯进来，你妈拦着，被他一把推倒在地上。赵红标，我去找他。远山，你不能去。妈，赵红标把咱家都砸成这样，他推了你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李远山，你发什么疯？跑我家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你会不知道？你竟然敢对我爸妈动手！李远山，你敢打人，我报警给你抓起来！你尽管去叫啊，看看穿制服的保安是抓你还是抓我。告诉你赵红标，今天我是来给你一个警告，下次你再敢动我家人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可吓死我了！李远山，你好样的！你给我等着！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想要不被人欺负，我还得站得更高。陈总，我是林远山，抱歉这么晚打搅你。远山，找我什么事？陈总，我想和你谈谈长期合作的事。我可以为您提供高品质药材，同时我也希望您能为我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来开采药材。好，我同意。你的货需要优先提供给我，而且需要通过我的亲自把关，不能以次充好。没问题，我林远山从不糊弄人。陈总这一点您可以放心，我给你的货绝对有保证。合作愉快，陈总，明天见。
赵老板，没忘记我们的承诺吧？王总，这怎么能忘呢？很好，那就请赵老板把货都拿出来吧。这不是最近天气不好？够了，赵老板，时间到了。我想我之前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交不上货的后果。王总，您别，我再去想办法。赵红标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好糊弄？这批货从始至终你连一根像样的人参都拿不出来，你让我怎么和我的客户交代？王总，您就再宽限我点时间，我把合同要求的品质提高，不加价。品质提高，行，最后7天。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，7天之内我指定。赵红标，先别谢我太早，7天你承诺的事情办不到的话，不止10倍违约金。7天，就我手里这些人，7天的时间，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？我问你，你不是说林远晨头天踩到好东西了吗？他怎么能踩到？我怎么知道？邪门呗！你傻啊！你不会跟着他，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，还愁踩不到东西？对呀，他林远山说不定瞎猫碰死耗，找到了个好窝子。那地方既然他一个混混小子都能踩，那你去了，这地界不就是你的？到时候想踩多少踩多少。小军，咋了爸？去告诉咱手下的弟兄，这2天啥都别干，给我盯紧林雪山，只要他有要进山的动作，立刻回来告诉我。知道了爸，我这就去。林远山啊，林远山，马上你就笑不出来了。林老弟，这是陈总让我们带过来的物资清单，你看看，有什么遗漏的，陈总让你直接和他说就行。很齐全，陈总费心了。陈总还有什么交代的吗？陈总说货是次要的，让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出发！爸，咱们的人看见林远山带着几个人进山了。你确定没有看错？千真万确，一共5个人，还都穿着崭新的登山服，看着老酷了。别废话，咱们赶紧带人跟上去，别让他们走远了。远山哥，这专业的登山装就是不一样，走起路来都感觉轻快，脚下也不滑了。术业有专攻，能称得上专业，自然不一样。不过，这1双鞋够我买20双我的劳保鞋了。前面过了这个上坡就好走了。大哥，他们走的这边，这树枝是他们新砍下来的。追！别让他们落下太远。爸，林远山他们走太快了，咱们跟不上啊！别废话，这次一定要把他的底细都摸清楚了。只要咱们也找到他去的地方，这钱就轮到咱们挣了。爸，你说林远山哪里弄的那么多新装备啊？看着可不便宜。不就是在这破山头里碰巧踩到点东西，等着咱们赚了钱，装备都换成顶尖的。林老弟，这就是你说的那片有老虎出没的地方吗？上一次我和顺子遇上过熊瞎子和老虎，老虎大概在这个方位出没，熊瞎子在东边的林子里，所以我打算这一次咱们走西边绕过去。我们初次来这座山，对地形也不了解，都听你指挥。西边我记得是一条山脊，路不好走，但是我们这次有了装备，问题不大。我们走吧，天黑前要找到一处合适的落脚点。远山哥，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吗？这怎么走啊？这岩石风化，程度不深，结实。就是山脊上风大，得用安全绳保障安全。这是最近的一条路，只要翻过对面的山脊，就可以到养生沟的外围了。没事没事，有绳子，有远山哥，我不怕。顺子别慌，
向前看，就剩一半了。妈呀！我可再也不想走这种路了。过来了就好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这什么地方？咱们是不是跟丢了？不可能！你看这周围的痕迹都是新的，他们指定刚过去。大哥，咱们好像迷路了吧？不可能，明明就是这个方向。爸，这林子有老虎，咱们进到人家地盘了。爸，你等等我！你们爷俩就这点能耐，连个林远山都能跟丢，找不到地方，货怎么办？我还能不知道这些？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那山里有老虎，你想让我跟儿子都被老虎吃了吗？那林远山咋去的？他有啥本事？那老虎就咬你不咬他？妈，你不知道，林远山这次进山带的都是好东西，看着可专业了，他还找了3个帮手呢。林远山那穷小子上哪找帮手去？指定是在外面找了什么靠山，想骑我头上。这可不行！林远山要是翻了身，这以后村子还能有你的位置？林老弟，你过来看看这个！我的乖乖，这么一大片，发财了！这一片至少是3年以上的。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。大哥，你可小心啊，挖断了可就不值钱了。哼，我挖了10几年的参了，还用你操心？吴哥，你这挖得太快了，党参的根须细，容易断，你得从一边慢慢来。没事儿，我这么多年一直这么挖。再说了，党参这东西，断1、2根须子不碍事。养参虽然没那么金贵，但是根须完整就能和普通的差出3成。陈总要求的是高质量，咱们可不能马虎对待。林老弟，我跑山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吧？怎么挖，我心里有数。远山哥，你看这边也有，那边就交给吴哥吧。吴哥经验丰富，不用担心，咱们别耽误时间了。远山哥，你干嘛跟吴哥较劲？他是陈总找的人，咱们得罪了不好吧？不是我跟他较劲，是我担心本来一批成色很好的党参，因为粗心降了品质，多可惜。我看那个吴哥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，你好心说他听不进去。怎么长在这种地上？我去叫林远山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别急，我来。林老弟，你是真厉害，我打心底佩服你。刚才是我太冲动了。吴哥，您是老前辈，我们还有很多要跟你学。咱们现在是一个团队，活干好了，多赚钱，咱们大家都有光，对不对？林老弟，你说的对。来来来，难关解决，往后就是一马平川。继续挖，继续挖。就到这里吧，往前的路我也没来过了，这里地形复杂，人多了也不好走。远山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吴哥，你和小杨往东边那边走，那边应该有赤灵芝和猴头。阿坤，你和顺子去西面，那边的地形石斛应该会生长在那边。远山哥，那你呢？我往北走，上次我在那边的崖壁看到些东西，不过没看清，我这次去确认一下。林老弟，你一个人不安全啊。没事的，吴哥，咱们人手不多，分开走效率最高。3小时后，不管采没采到东西，我们都回到这里集合。行，远山哥，你自己一定多加小心。放心，大家出发吧。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大一朵的赤灵芝。就差一点了，好疼！
刚才好险，在这半空要是被咬一口，我不就交代在这儿了？为了踩你，我可是差点把命都搭上喽。这养生沟真是要命的地方。说好3个小时，远山哥怎么还没回来？急死我了！你别着急，我跟你去找。行，我们去找。远山哥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树枝刮了一下。树枝刮伤，顶多起一道鳞子。你这可不像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被蛇牙刮了一下，没破皮，过2天就好了。蛇？什么蛇？3角脑袋，黑的。你小子还真是命大，那可是蝮蛇，有毒，在这大山里被咬一口，可来不及救你。我是为了采这个。这么大的一朵赤灵芝，而且还能这么完好，太难得了。林老弟，你可真拿命换药材啊！咱们跑山的，不就是为了在这大山里讨口饭吃？远山哥，你以后别一个人去冒险了。你要是出点啥事儿，我怎么和叔和婶子交代啊？好了，别煽情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。明天我们再继续。希望今天也是个好天气。大家都收拾一下，我们继续出发。不对，这天气变化的太急了，不对劲儿啊！这里没有信号了。我们不继续走了，返程，返程。我们这刚出发，这天气不对劲儿，我们不能冒险。这次收获已经不小了，要是等雨下起来，我们就更不好走了。趁现在赶紧撤！我这乌鸦嘴，一大早提什么天气？这山里的天儿说变就变，别说话了，都跟住了，别掉队。谢了，兄弟。你们仔细听，山体滑坡，往高处跑，快！远山哥，咱们刚才差点就……没事了，我们都安全了。林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来的路冲毁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雨太大了，我们不能冒雨前进，先找一处地方避雨，再想对策。林老弟，刚刚我看到那边好像有一处洞穴，可以暂时休整。走，去看看。怎么样？有信号吗？我再试试。现在天气对信号干扰比较大。远山哥，多亏你，要不咱们早就不知道被冲到什么地方埋起来了。是啊，林老弟虽说年轻，但这遇事临危不乱，真让人佩服。远山哥，你干啥呢？林老弟，这是何首乌，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。远山哥，你可真是神了呀！咱们这儿也算是因祸得福，不亏不亏。这朵灵芝品相太好了，我从业15年，见过的灵芝不下1000朵，这么大，这么完整的屈指可数。为了采它，我可是差点被蛇给咬了。跑山这么辛苦和危险，还遇上山体滑坡，就没想过放弃？我林远山从不是靠运气吃饭的人，您选择相信我，我也定不辜负您的期待。你这小子有魄力，回去好好休息，货款我统计完就会打给你。好。都过去3天了，你还瘫着干啥？快点想办法呀！我这不是在想吗？你催什么？大哥，你不是让我盯着林远山吗？昨天那山里下大雨，都塌方了，老吓人了。你猜林远山怎么着？废什么话，快点说！林远山没被埋山里？没有啊，
林远山他们好得很，还带了不少好东西回来。什么？城里叫什么同康堂的公司的直接来人，把林远山的药材当场全收走了。同康堂？没想到啊，林远山倒是背着我们抱上了城里的大腿。人家都找到靠山了，你呢？你还在那等着王总收你的房子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人家有靠山，你也得找个靠山。王总不是县城的吗？他虽然凶了点，但他有钱有势，你去找他，把林远山和那个姓陈的合作告诉他，看他怎么说。王总上次来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7天期限，我拿不出货就得赔钱。我现在去找他，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你傻呀！你去告诉他，不是你不交货，是有人挡你的路。好东西都在养生沟，但是林远山和那个姓陈的把养生沟给占了。你要是能进养生沟，货只会多不会少。王总是个生意人，他还能不明白你啥意思？行，我去找王总。你把那条金项链卖了，给我凑点路费和礼钱。卖金项链，那是我娘家陪嫁的。要是不卖，等王总把房子收了，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金项链还能当饭吃？林远山，你以为你找了靠山就赢了？咱们走着瞧。赵红标，7天还没到，你来做什么？货带来了。王总，货还没弄到，但我今天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您汇报。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比交货还重要？王总，您听我们说，不是我们不交货，是有人挡我们的路。说。王总，您知道林远山吧？就是我那个外甥。知道。你提他干什么？他现在跟城里一个姓陈的女老板合作了，专门采养生沟的东西。那个养生沟您知道吗？那可是一块宝地。养生沟？传说中那个养生沟？对，就是那个。林远山找到了养生沟，跟那个姓陈的女老板合伙，把沟里的好东西全占了。所以我这边才迟迟拿不出好货。你继续往下说。王总，我的意思是，不是我没本事，是我没机会。养生沟地势险峻，不好进入，好东西被林远山先采了，咱们不就什么都没了？您要是能帮我一把，让我进养生沟，我保证弄到的货只会多，不会少。您那边的客户也好交代。赵红标，你的提议我有点兴趣。赵红标，你的提议我有点兴趣，但是我怎么知道你这次不是在骗我？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一件都没办成。王总，这次不一样了，以前我是不认识路，现在我派人跟踪林远山，找到了养生沟，只要您给我点助力，我指定能采到大货。行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这次再搞砸了，违约金翻倍，之前欠我的加上这次的，1分都不能少。还有，你这次进山的所有花销，全都从以后的货款里扣。要是没钱，那就拿你的房子、你的地、你的一切来抵。3天之内，我会派人跟你联系，记住你的话。要是再让我失望，你知道后果。好，王总，我答应。林远山，这次我一定要赢了你！咱们光能进养生沟也不行，这样也没法让林远山他们采不到东西。你想到什么了？咱们得抢占先机，让林远山他们进不了山。那你还能给他绑上，不让他动？我管不了他，我还动不了别人了。只要绊住他，他就没法进山了。你是说对他爹妈下手？林远山最大的软肋就是他爹妈，
咱们找几个混混，隔三差五去他家闹一通，不让他爹妈安生。林远山为了保护他爹妈，就没法分出精力进山。这能行吗？哼，那不都是他们自找的。想断我赵红标的财路，那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跟我斗。赵军，小军，咋了爸？你去镇上找几个混混，说有赚钱的营生，价格好说。行。谁是林远山？给我站出来！你们谁呀？想干啥？我是林远山。你就是林远山，看起来也不咋地嘛。哥几个今天来串串门，认识认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是不是赵红标？老爷子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什么赵不赵红标的，我不认识，我们就是路过，进来交个朋友。远山哥，你别拦着我，他们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。怎么着？还想动手？啊！你他妈松手！敢动手，你活腻了！来啊！我看还有谁敢过来。远山哥，小心！啊！你们找死！你们别打了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你谁呀？多管闲事，连你一块揍！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上次就听到有人在找你家麻烦，没想到这次直接就碰上了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是不是赵红标？什么赵红标？我不认识。你想好了再说。是赵小军找我们来的，他说他给钱，让我们找林远山家闹事儿，让林远山不得安生，进不了山。果然是赵红标那个王八蛋！赵红标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怎么样，伤得重不重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碍事，就是点皮外伤。今天谢谢陈总及时出现。别跟我客气，家里的事儿你就放心，我会找人帮你盯着赵红标，你就安心进山。好。人都到齐了，走。爸，就咱们几个，装备也不够啊！别废话，还不是你找的那几个废物，不然咱们会这么被动。王总那边已经是最后通牒了，这批货再交不上，咱家的房子、车子、地可就全都没了。爸，你确定这次我们能找到地方吗？别又……吹什么？我这不正看着呢。这回指定错不了。老弟，你这胳膊是咋了？赵红标找了一伙混混去远山哥家闹事儿。爸，刚才那事，林远山他们也进山了。快，这次我们小心点，跟住他们。快！远山哥，这混混真是下死手，我这胳膊还疼着呢。一会儿休息的时候，让小杨给你换换药。阿坤，你怎么了？后面有什么吗？我总觉得有人跟着咱们，不会是什么野兽吧？远山哥，你笑啥呢？是赵红标他们跟来了。什么？
他赵红标不是确信跟着我会有好东西吗？那我就带他去找好东西。吴哥，你带着小杨、阿坤沿着左边接着往前走，一会儿我顺子去找你们会合。顺子，咱俩走右边。远山哥，怎么分头走？赵红标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还跟踪咱们，不就是想采到山货吗？在右边这条路前面有一片药材，但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？什么意思？林老弟的意思是，那片药材都是和好东西长得很像的不值钱的假货。让赵红标带人过去，他指定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宝贝。咱们继续去真的养生沟。远山哥，你这招高明啊！这是给赵红标下了个套啊！这是他自找的。吴哥，你们先走，别让赵红标发现了。这样赵红标就不会跟丢了。爸，你看这些脚印，他们往右边走了。方向没错，右边，我们快点跟上。林远山，这次我一定会抢在你前面，把好东西都挖走。爸，你看这是不是人参啊？小军儿，我们找到了，老天都在帮我们。他林远山能去，我怎么就去不了？快动手！这参这么大，这么饱满，至少6品了，不对，得7品叶了。这一片全都挖干净，至少能值个几百万。爸，这边也都是。这次的东西全卖了，咱们就发财了。我看这次林远山他还怎么在我面前蹦跶。爸，这次是不是就不怕王总了？等这批山货赚了钱，他王总还算个屁！我要自己去镇上开个山货行，把这周围的生意全都垄断。我要让他林远山知道谁是这山里的老大，管他什么王总、陈总，最后都要来求我。爸，你太厉害了！到时候我们再把林远山赶出村子，让他没有容身之地。对，要让林远山好好尝尝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。大哥，我怎么看着不太对呀？什么不对？大哥，你看我这个须子太细太密了啊，颜色也有些发暗，看着就不太对劲儿啊。哪不对了？你是不是挖昏头了？还是你想说我跑山这么多年，连真假都不认识？不是，大哥，我就是觉得……你闭嘴！你懂什么？你跑山还是我带入行的，我在山里20年了，我还能认不出什么是真的人参？这里是养参沟，是老人都在传的宝地，你知道个屁！我爸说是真的就是真的，你瞎操什么心？快点继续去挖，天黑之前给这一片都给我挖干净。谁要是再多说一句废话，1分工钱都别想要了。林远山，这次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！赵红标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这不是我的好外甥吗？这也刚从山上下来。不过看你们几个包这么瘪，不会没踩到什么东西吧？林远山，你以前不是挺能耐的吗？不是找到养参沟了吗？怎么还能空手回来？赵红标，你个王八蛋，你还敢来挑衅？你骂谁？看来上次你挨的揍不够狠。远山啊，不是当舅舅我说你，你看看我们，再看看你，这就是差距。我们这一趟挖的可都是大货，比你那些至少强10倍。是吗？那就恭喜你们了。你以为你找了个靠山就了不起了？我告诉你，这山里的好东西不是你一个人能吞得下的。你看好了，等我手里的货一出手，你和你那个什么陈总，全都得靠边站。300万，我手里的货至少能卖300万。李远山，你天天拼死拼活的给别人当狗，挣了几个子儿？见过这么多钱吗？赵红标，
还300万！你别做梦了！你踩的那点东西是啥？你自己没看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你别在那儿做白日梦了，你根本踩不到好东西，你踩的都是假的，都是一堆不值钱的玩意儿，1块钱就能买一拔带，还300万，笑死人了！你别在那睁眼胡说八道，你们踩不到东西是你们没本事，别在那咒别人。哼，老子跑山的时候你们还没生出来呢，敢质疑我，你们就等着我踩在脚下的那一天吧。我呸！让他做梦去吧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行了，从回家你就摆弄这点东西，饭都不吃了。你懂什么？这些货全变成钱，想吃什么吃不了。到时候我再去镇上开个店，就不用自己来回跑了。行，我不懂，你自己弄吧。王总，是我，跟您说个好消息，货已经准备好了，品质一点问题没有。您什么时候有空，随时可以来验收。你确定这次不是糊弄我？哪能啊！王总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可是去了养生沟采回来的好东西，绝对保质保量。这您要是相不中，我赵红标直接认赔钱。行，我现在就带人过去。好嘞，桂兰，王总要过来，快把咱家最好的茶叶拿出来，再出去买点水果，都要最贵的。王总，您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茶水都备好了。还有水果都是新鲜的，不急，先看货。好，好，好，您这边请。王总，您看看这批货，这山参7品叶，根须完整，品相上乘。这灵芝，您看这菌盖，这光泽，绝对是几10年以上的野生赤芝。这批货要是拿出去，整个市场都找不出第2份。王总，我跟您说，这批货是从养生沟最深处采的，那个地方一般人根本进不去。我是9死1生才弄到这些好东西的，价钱方面咱们好商量。王总，您这是？赵红标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王总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一定是林远山，是林远山陷害我。赵红标，你当我是傻子好骗？你他妈跑山这么些年头，能认不出啥是灵芝，啥是人参？还是说，你当我眼瞎呀？王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这次我保证会弄到真货。给你机会，这合同上白纸黑字，10倍违约金加上你之前欠的，一共860万，3天之内还不上，我们就法院见。800多万，860万，你抢钱啊！这合同是你逼他签的，我们不认，1分钱都没有。你老婆发疯，我可以不跟她计较，但你欠我的钱，3天后还不上，那你的地、你的房子、你所有的东西，全都会被法院查封。860万，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？拿不出来，那是你的事儿。合同是你亲自签的，手印也是你自己按的，你看着办吧。都怪你，都是你这个废物，非要跟林远山过不去，真下好了吧？
什么都没了，800多万啊！你拿什么还啊？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个废物啊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弟妹，我这次来，我男人没在家，去外地了，不知道啥时候回来。有事你改天再来吧。你来做什么？我老伴儿跟你跑山受的伤，你到现在医药费都没给，你还有脸上我家？嫂子，我这不是有点困难，想……你想什么都没有，你快点走，我家不欢迎你。你别等了，你欠王总钱的事儿，整条街都传开了，谁还能理你呀？这不是不可一世的赵大少爷吗？这次又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那个，你们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借钱？你脑子坏了吧？你们平时吃我的用我的，现在我找你们借点钱怎么了？你当我们不知道？你爸完了，就你家欠的那些债，借多少能还上？赵军，你认清现实吧！你家要坐牢，别连累我们兄弟。趁我们还好说话，赶紧走，不然揍到你爸都不认识你。以后别让我们看到你，下次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这是查封确认书，你看一下，确认无误后签字。我都这样了，你竟然还藏着这么个好东西！还给我，这是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这样又不是我造成的。你他妈是老子媳妇儿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废什么话？你敢推老子？赵红彪，我受够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妈，我跟你走。你们一个两个都想走是吧？赵红彪，你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我可不想跟你过苦日子。爸，我出门都被人笑话，我不想跟你丢人了。好啊，都滚，谁都别回来！老板，你们随便看，这可都是我们亲自进山采的，保证纯野生。你看看这人参的品相，这灵芝的光泽。老板，有相中的，要多少？价格好说，多买有优惠。你就是林远山？是我，你是谁？你懂不懂规矩？整个市场有谁不知道我大哥刘老板的名号？我还马老板呢，没听过。你们想干嘛？找茬是吧？哼哼，这个市场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正常交了摊位费在这售卖，有什么问题？摊位费？你那是给市场的，在我们的地盘上是有我们规矩的。刘老板，你们什么规矩？不妨直说。这个市场我说了算，要么把货低价卖给我，要不然就把你们卖出去的货款给我3成，不然你们这生意可做不长。你当你们是什么黑社会啊？威胁谁啊？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刘老板，我们这是合法经营，您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去找市场管理局，我们不需要听你们的。小伙子，我看你们是新来的，好像不太了解我们的意思。我们这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和你们商量。都给我住手！陈总，我们这市场来了新人，不懂行情，我正调他们规矩。忘记和刘老板打招呼了。林远山是我们同康堂的合作伙伴，想在这市场卖个货，有什么意义？陈总，你看这不是误会了吗？这摊位是你们的，想卖什么卖什么。您忙，
我们就先走了。谢谢陈总替我们解围。这种人欺软怕硬，你要小心。林老弟，应该就是这前面了吧？等会儿，你听，咋了？有啥呀？我去，这么大一个马蜂窝，这要是惊动了，岂不是死定了？这可是虎头蜂，毒性强，蛰一下就够呛，不能惊动。这附近咱们没处躲。这可怎么办啊？要不进去了？吴哥，我们去找点湿柴火。马蜂怕烟，烟熏了它们就找不到目标了。远山哥，还得是你啊！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。动作小点儿，安静。我操，蛇！这可是毒蛇啊，还不止一条，这是一窝啊！你们看那是什么？看这人参的状态，年头低不了啊！顺子，我过去挖，你们在这边等我。远山哥，蛇太多了，太冒险了。这老参可不是金钱能衡量了，是无价之宝。能遇到就是天大的幸运，不能错过这次机会。你们到一侧等我，这边危险。吴哥，雄黄粉带了吗？带了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我要过去了，你们留意四周，要是有危险，你们就先跑。那怎么行啊？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？放心，我不会出事。这东西还真管用。吴哥，你快看远山哥，这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只能等林老弟将人参挖出，这时候咱们帮不上他。远山哥，小心！快跑，往洞外跑！我跑了一辈子山，头一次让我亲眼看这种品质的人参。看着炉头，这真的是一株百年老参啊！百年老参，远山哥，咱们岂不是发财了？这参可真漂亮啊！我联系好了陈总，他已经派车来山脚下来接我们了。咱们这次不虚此行，走，返程。刘老板，好兴致啊！大白天的来堵我的路。林远山，别跟老子装傻，你手里又弄到好东西了吧？识相的赶紧交出来，不然别怪老子手下无情了。刘老板，你是阴魂不散吗？我们采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别以为有陈总护着，我就不敢动你。这市场到底还是我刘某人说了算，我也没什么恶意，就是对林先生充满了好奇。刘老板，我没什么值得你好奇的，我们赶时间。林远山，我听说你们这次采到了百年人参，你开个价吧，这东西我要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货已经有买家了。你说的买主是陈总？林远山，我劝你考虑清楚。陈雅芝能给的价我也能给，而且你选择和陈雅芝合作，就是表明了想要和我过不去。刘老板，我说了，我已经有买主了，请让开，我还有事儿。林远山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林远山，
我现在好好跟你商量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今天你要是不把老参交给我，从今天起你也别想在这个市场待下来。刘老板，你再这样，我就要报警了。那你就去啊，吓唬谁？刘老板，你好像忘记了我上次说的话。你是不是觉得我陈雅芝很好脾气？陈总，您这话说的，我不就是想跟林老板谈个生意吗？没有别的意思。谈生意需要这么大阵仗，还是你想劫我陈雅芝的生意？没有，哪能啊！刘老板，你今天的行为涉嫌非法截停他人车辆，危害他人安全。如果还有下一步动作，我就直接让我的律师和你谈了。陈总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急事儿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这些的成色都不错，比上一次还好。陈总，那你看看接下来的这个，这人参8品叶了，而且已经显现人形，这饱满程度是100年的老参了。陈总，这株参市场价值能有多少？这是我从业这么久以来见过的品相最好的山参，市价保守估计价值500万。如果能遇到合适的买家，这价格上不封顶。陈总，那我这批货就优先交给您了。至于这颗老参，您说了算。好，这批货我全都按市价收。这老参不急着卖，先放公司保险库里，等有合适的时机再出手。剩下的货款这2天就打给你。好。您好，您有什么需要的？我来找你们刘老板，你去跟他说，我手里有个大生意要和他合作。刘老板在里面等您。你就是赵红标，你说的生意是什么？我听说刘老板和一个叫林远山的不对付。你听说的还不少，因为我和林远山之间的恩怨比你还深。他抢了我的货，把我害得倾家荡产，老婆孩子全都跑了，都是因为林远山。所以呢，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。我是来和你合作的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，去质监局举报林远山的货物有问题。你在这个行业有话语权，你说的话相关部门会重视。那你呢？空口无凭，举报虚假信息可是会处罚的。我知道林远山的仓库在哪儿，把劣质货掺进去，甚至有毒的家伙。等质监局去查，一查一个准儿。到时候林远山的名声就彻底臭了，货卖不出去，所有人都会和他撇清关系。你这是要把林远山往死里整啊？有我一天就不会让他林远山好过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正好林远山回来了，咱们就当着全村的面把这事儿说清楚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爹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远山，赵红标跟全村说你的山货有问题，说是假的，还有毒，还说叫了镇上的人来查你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远山，你说实话，你的货到底有没有问题？爹，我敢保证，我林远山的货没有一点问题，全都是野生的，干净的。您就放心吧。赵红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哼，我想干什么？林远山，你别在这装了，分明是你的山货来源不明，不干净。哼，你能骗得了别人，你可骗不了我。真的假的？林远山的山货有毒？不知道啊，但是也确实没人知道林远山那山货从哪儿采回来的。赵红标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赵红雕，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！远山哥的货都是我们亲手采的，干干净净，怎么会有问题？分明是你自己没本事，还来这里诬陷远山哥。哼，我诬陷他？马小顺，你天天跟在林远山屁股后面，你当然替他说话了。你说你们的货没有问题，那你们有检测报告吗？他林远山说是好的就是好的。你赵红标，你说我的货有问题，那你拿出证据啊！我当然有证据，我已经举报了，检测人员马上到。哼，看你们还怎么狡辩！各位叔伯婶娘，我林远山从小在村里长大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心里清楚。赵红标说什么我不在乎，
我只希望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，别被赵红标带了节奏。林远山，真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来我们村？刘老板是我请来的，他可是咱们这儿有名的药材商。我说话大家会有质疑，那刘老板大家总该信了吧？大家看见了吧？不只是我，连城里的大老板都觉得林远山的货有问题，你们还信他？林远山，你用假货害我就算了，以后你休想害别人。这2位可是镇上的检测人员，你的货有没有问题，让专业人员检测完就都知道了。好啊，你们说我的货有问题，那就让2位检测人员现场取样。如果我的货有问题，我认；如果我的货没有问题，你们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上门诬陷，是不是也要给我个说法？哼，我给你说法，你当你自己是谁呀？我告诉你，这行不是你想干就干的，就凭你也配在市场和我抢生意？你的那些垃圾来源不明，说你有问题，你就得乖乖接受检查。对，必须查！林远山，你不是嘴硬吗？这次当着全村人的面查出你有问题，我看你还能怎么办？赵红标看来这次是盯上林远山了。真没问题，就让他们查呗。你笑什么？你们2个费尽心机，机关算尽，就为了对付我林远山，多么可笑！林远山，面对弄虚作假的行为，我举报你是我应尽的义务。我现在就把我的货拿出来，当着全村的面让工作人员检测。顺子，去仓库把咱们的货拿1箱出来。好嘞。样品已经取样完毕，最快要明天出结果，到时候会通知你们。可以，反正不管等多久，结果都是不会变的。赵红标，既然你想闹，那就闹大点，当着全村人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。要是我的货没有问题，你今天闹的这一出怎么算？怎么算？怎么算？你想怎么算？我要你当着全村人的面，给我们家道歉认错。你的货要是没问题，我当着全村的面给你认错道歉。但你的货要是有问题，你林远山这辈子再也不许进山。赵红霄这不是摆明了想断林远山财路吗？他们一家子还真是能闹腾啊！赵红标，你以为你是山神啊？凭什么阻止远山哥进山？这不是他自己要求的。想让我道歉，那就得有相应的条件。我答应。要是我的货有问题，我这辈子不会踏入山里半步。远山哥，不，刘老板，你就放心吧，一切都办妥了。等到明天结果一出，就是林远山身败名裂的时候。林远山，我看你还能神奇到什么时候？你说结果咋还没出来啊？不知道，等等吧。你说林远山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真是可惜啊，林远山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再也不能进山了。你山里那些好东西，以后可就都是我的了。结果还没出来，你少在哪儿放屁！哼，还用等结果吗？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儿还能有假？顺子，别跟他们废话，等结果就行。人都到齐了，现在公布检测结果吧，让大家都听听林远山的货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送检样品经检测，重金属含量超标，综合判定为不合格产品。林远山，你听见了吗？不合格，你的货不合格，你不是嘴硬吗？不是底气很足吗？这回你还能说什么？不可能，远山哥，这些颗都是我们亲自采回来的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我就说野生的哪有那么多好东西，让人想挖就挖呀！这赚的钱都没良心。
林远山，你用这些脏东西赚来的钱，你对得起你爹妈吗？对得起村里人吗？你说你这样，你良心不亏得慌吗？大家看见了吧？我赵红彪虽然欠了债，没了房子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用来源不明的山货坑过大家。像林远山这种小人，咱们就应该把他赶出村子。林远山，你别忘了你昨天说的话，你自己亲口答应的。你的货出了问题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进山。现在是不是你该兑现了？赵红彪，我的货有没有问题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检测报告就在这儿，你还想抵赖？赵红彪，你觉得你做的那些事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大家好好看看，这监控里拍到的是谁？这不是赵红彪吗？他鬼鬼祟祟在林远山家干什么？原来都是他搞的。赵红彪这人太阴了，背后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是你伪造的！哼，我就说我们的货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原来是赵红彪这个王八蛋在背后使坏。这是我的货送检省城检测机构后的结果，比镇上的还要权威。我的货不仅合格，而且纯正野生，药用价值极高，省里的专家都认可我的药材。赵红彪这不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？赵红彪良心真是让狗吃了，这么对待自己外甥。赵红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林远山的货保证有问题吗？一定是林远山伪造的，下来倒他一耙！赵红彪，你认清现实吧。刘老板跑了，远山哥，他跑了怎么办？他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赵红彪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远山哥有问题吗？怎么现在就想跑了？远山的山货不仅没问题，而且有效成分远超购价标准。这上面白纸黑字还有公章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人家远山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还有脸站在这里？昨天你答应的事情还记得吧？林远山，你别太过分。你对远山哥的货动手脚，还特意找人来闹事，怎么不说你过分？就让你道个歉就过分了。道歉，道歉！林远山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赵红彪，我希望你是真心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而不是只是为了应付这一次。远山哥，你真是神了，这都能识破赵红彪的计谋。林远山，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林远山，凭什么？林远山，你凭什么赢？是你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。养生沟是我的，所有的钱都应该是我的。林远山，是你自找的，你不让我活，我也不让你活。林远山，你等着。远山哥，赵红彪昨天那个样子太解气了，他跟吃了苍蝇一样。还有那个刘老板跑得比兔子都快，我想去骂他两句都没撵上。你说他现在在干啥？是不是躲在家里哭？小心看路。我就是觉得解气。赵红彪欺负了你这么多年，这回总算是让他自食恶果了。你说他还会不会来找你麻烦？不知道，管他来不来，咱们该干嘛干嘛。也是，谅他也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远山哥，咱们还要去上次的山洞吗？可以去看看，上次走的匆忙，里面说不定还有好东西。远山哥，咋了？林远山，你去死吧！远山哥，他跑了！远山哥，你受伤了！赵红彪，你真是疯了！
红标，他是不是疯了？他竟然拿刀来捅你，他要杀人，他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红标这个畜生，处处针对远山，现在还要对远山下死手。我的儿子怎么这么命苦啊？你要是出事儿，我可怎么办？妈，别担心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会处理。林先生，我们会对赵红标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，但是因为你们所说的情景无法查证。警官，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？赵红标就直直的拿着刀窜出来，朝着远山哥胸口就捅。要不是远山哥躲得快，那这人就没了。我们会将赵红标列为重点观测对象。警官，我理解，不过既然赵红标这次会对我出手，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威胁到我的家人。这点你放心，我们会派人留意。多谢警官。赵红标真是欺人太甚了，现在又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等我找到他，非得揍他一顿。顺子，好了，那你说，赵红标现在在暗处，万一他再找机会做出什么事儿怎么办？现在找不到他人，我们着急也没用。那我就去找，我就不信找不到。远山，我听说被赵红标那个王八蛋给弄伤了。刘叔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没事儿，就是些皮外伤。我来不是为了赵红标的事儿，是这个。刘叔，这是……这地图是我年轻的时候在山里打猎，追着猎物误打误撞遇到的一片深田，那里长满了野山参。深田？野生的深田？对，那地方在深山，连条像样路都没有，很容易迷路。刘叔，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爷爷对我有恩，当年我在山里迷了路，是你爷爷救的我。这地图交给你，就当了了我一桩心事。远山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我信你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一切都会有好结果的。远山哥，要是咱们能找到这一片深田，是不是咱们又能赚一大笔？咱们不能高兴得太早，这地图是刘叔早年画的，这么久地形有没有变化，深田还在不在都不好说。这不怕，咱们养深沟都闯过，还在乎远不远了？去这种陌生的林子，一定万事小心，不能大意。你说这深田能有多大？咱们能采多少？按照刘叔说的，能找到的话，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。那我们去不去？这可是深山老林，一般没人能进得去。深田说不定还在。去，我们当然要去。刘叔标记的这个位置，需要翻过2道梁，再过一条河，再往下游走，路不近。顺子，这件事先别告诉别人，咱们2个这2天就准备出发。好嘞。顺子，我们出发。远山哥，这就是地图上的河了吗？这水太急了，游不过去吧？按照地图指引，只要过了河，再往北走半天就到了。咱们必须过。这怎么过呀？我水性没你好，这刚进去就得冲跑了。顺子，我先过，确定安全了，你等我信号。远山哥，你一定小心。远山哥，加油啊！远山哥！
远山哥，你坚持住，抓树枝。远山哥！爹，妈，顺子，我难道就要这么死在这里了吗？我还有好多事没做。远山哥，你在哪儿啊？你答应过我要带我赚大钱，你还要让叔和婶过上好日子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！你出来呀！远山哥，你不会死的，你那么厉害，我们那么多危险都闯过来了，一条河怎么会要了你的命？林远山，你完了，你终于完了！这下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河边看见一个背包，我认识，那是林远山的，还有一截断了的绳子在水里，林远山让河冲走了。你确定？林远山被河冲走了？你没看错，我看清楚了呀，那绳子是断的，对岸还有一截，一看就是想过河。绳子断了，被冲走了。你们说什么？远山出事儿了！刘叔，你别急啊，还没确定呢。你们在哪儿看见的东西？就在河边。远山他是听了我的话才去的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和他爷爷交代？怎么和他爸妈交代呀？是我害了远山啊！要是不给他那张地图，不让他去那个地方，林远山被河冲走了。真是老天爷开眼了，收了林远山这个祸害。赵红标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还能笑得出来？我不是人。那他林远山就是了，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，让我现在一无所有。你们一个个都向着他说话，现在是老天爷看不过去，他遭报应了。你们反过来骂我！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林远山没了，这山就是我赵红标的，谁也别想挡着老子发财！叔，婶子，你们别担心，我们几个弟兄去找他们。是啊，还有顺子呢，他也没在村子，应该是和远山在一起，他俩互相有照应，没事的。远山，能听到吗？远山，远山，顺子，听到就回一声。我找到一把刀。叔，婶子，我们只找到了远山的包，还有一只鞋，但是没有看见人影。我们还在附近找到了一把刀，
看留下来的绳子，远山的绳子是被人割断的。你说什么？是谁要这么害远山？远山，我的远山啊！你答应过妈，你会好好的。林老头，你儿子被河冲走了，他没了。你说你们一家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以后指望谁呀？赵红标，一定是你害了我的儿子！你别在那儿血口喷人，谁看见了？谁能证明？赵红标，你上次就想杀了远山，你没得逞，这次你又对远山下毒手，你这是造孽呀！我怎么了？我好得很，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，只有你们一个个看不清局势的人，还在向着林远山。赵红标，你滚！我们村子不欢迎你。对，快点离开我们村子。我还活着，我这是在哪儿？我还真是命大，不知道顺子怎么样了。我大概被河水冲出去了3、4里，那这里离深田不远了。刘叔说的没错，真的有一大片深田。远山哥，顺子，远山哥。远山哥，你没死，真的是你，我还以为你……别哭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。远山哥，你浑身都是伤，都怪我就那么看着你，被河水冲走。我这不是没事儿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远山哥，去哪儿啊？刘叔说的深田，我找到了。远山哥，我这不是做梦吧？这不是梦。远山哥，你这伤，我给你处理一下。远山哥，那么急的水，我以为你……刚开始呛了几口水，就被暗流卷到河底去了。我直接憋了一口气。感觉水流没那么大力气，就拼命往上游，直到扒住岸边一块石头就晕过去了。远山哥，你一定是属猫的吧？什么意思？9条命啊！好了，顺子，开工！远山哥，这儿的人参比养生沟还多，咱们就采一部分，剩下的留着接着长，取3留7。远山哥，你教我的我都记得。顺子，我们回村，这批都是人参，咱们是不是能大赚一笔？只会多不会少。老刘头，你可真是办了一件大善事儿。要不是你，林远山怎么能被河冲跑？
赵红标，你给我滚！远山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我饶不了你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别岭远山的事儿都怪我头上，是他自己贪心，是他自己不小心。就是你割了绳子，是你害了远山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他林远山就算你们去请神仙都不可能回得来。快去村口看看，林远山回来了。什么？远山，真的是你！我就知道你死不了，我就说嘛，林远山命大，不可能就这么没了。我的儿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赵红标，我还活着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在我落水的前一秒，我可清楚地看见了，是你用刀割断了我的绳索。不对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赵红标，你三番五次的想置远山哥于死地，我看最该死的人是你。远山啊，是我害了你呀！要不是我告诉你，让你去找那个可能都不在了的地方，你也不会出事儿啊！刘叔，你快起来！进山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和你没关系。这些人参是我按照刘叔给我指引的地方找到的。刘叔挂念着我爷爷的恩情，告诉了我这片深田，却不想被有心之人听见，在路上设计加害于我。好在我及时自救，和顺子的不离不弃，让我活着回来了。赵红标，你把你自己的失败全都强加在我的头上，到头来其实是你自己心高气傲，和王总签下的霸王合同，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辨不清真假，导致自己被抄家破产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不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。你本来就应该给我干活，那些假货也都是你故意迷惑我，才会让我违约破产。是你，都是你！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吗？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心，不惜伤害他人性命。在山里那次，你没杀得了我，这一次，你又想淹死我。你真当你可以一直全身而退吗？这恶人终于得到报应了。我的儿子终于熬出头了，再也不怕赵红飘伤害你了。赵红飘，那是自食恶果。我们不想那些了，都过去了，我们回家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远山，你这次大难不死，以后前途一定十分光明。谢谢陈总。也祝赵红标那个王八蛋终于进去了。法院的人判决书已经下来了，赵红标犯故意杀人罪未遂，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。割断的绳索上检测出了他的指纹，并且也有人目击到赵红标当天尾随你们进山，这些都是定案的关键证据。3年，太便宜他了，就应该关他10年、20年，给他关一辈子，让他还出来害人。判多少都是他赵红标该去承担的后果。他有他的路，我有我的路。既然已经有了结果，就不去想那些了。远山哥，跟着你我真是学到了太多了。这杯我敬你。陈总，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你说。我想成立一个跑山合作社，以我的名义，将村子里愿意跑山的村民都集中起来，统一培训，统一装备，统一收购，统一销售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干劲，一定能成大器。远山，同康堂可以作为合作社的长期收购商，只要符合要求的药材，我全包。另外，我以个人的名义入股你的合作社，
50万当你的启动资金。陈总，您要入股？我相信远山的能力，这也是一笔生意。你们的合作社经营好了，我们同康堂也会直接收益。谢谢您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各位叔伯兄弟、婶子大娘，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大家商量。我要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山货合作社，就叫远山山货合作社。合作社就是把咱们村愿意跑山的人组织起来，大家一起干，装备我提供，技术我培训，采回来的山货我收购，价格比市场上高2成，年底赚了钱，按大家的供货量和入股比例分红。各位，远山哥可不是光嘴上说说，咱们城里的陈总已经为咱们投资了50万。第一批装备已经到了，你们看，这登山服、登山鞋、安全绳、急救包，全都是专业级别的。只要加入合作社，这些装备免费领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好的装备真免费？真的，不光是装备，我还会定期组织野外生存和跑山技术培训。我队伍里的老吴、小杨他们，以后就是咱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。咱们合作社统一管理、统一开发，不用担心自己找不到东西、挣不到钱。我第一个报名。远山这孩子我信得过，他跟赵红彪不一样，他是真心想带大家过好日子。我也报名，送我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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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我儿子，他也去。大家别抢，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。合作社不是一个人的，是大家的，大家一起出力，一起赚钱，一起分红。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各位叔伯兄弟、婶子大娘，这一年的账我已经让会计算清楚了。合作社今年的总利润是437万。按照年初的约定，40%用于分红。我念到名字的上来领红包。好孩子。他怎么来了？真晦气！这么个好日子，这个人来干什么？赵红彪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！我来看看远山。远山，我知道我没脸来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爹你妈，对不起全村的人。远山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表舅，过去的事儿过去了，但是曾经的一切不会消失。你做过的事，我受过的伤，都在那儿，抹不掉。远山，表舅知道错了，表舅这次来也是因为表舅无家可归了，你能不能收留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希望你能重新来过。人这一辈子，谁都会犯错。重要的是，犯错之后，你愿不愿意改？远山，你愿意收留我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不管以前有什么恩怨，过了今天，既往不咎。愿意留下喝酒的，我林远山欢迎。赵红彪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
远山哥，你说咱们这一路走过来，是不是跟做梦一样？想当初咱俩还被人追着满山跑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。现在呢，合作社开了，深田有了，全村人都跟着咱们干。你说这片山到底有多大？养生沟、新深田，还有咱们没去过的地方，是不是还藏着更多好东西？山很大，一辈子也走不完。好东西有，危险也有。也是，远山哥，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就一直跑山吗？跑到跑不动为止。